上古年间，天穹崩裂，万界动荡。那一日，域外天魔降临，他们所过之处，万物凋零，生机断绝。更可怕的是，天魔之中还有足以比肩古之大地的存在。魔帝，万族恐惧，苍生哀嚎，也在魔潮中接连陨落。人族已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尽头。几位大帝以自身精血为引，以诸天星辰为财，以大道法则为文，祭炼一件前所未有的无上重器。整整7749日，雷霆不息，神火不灭。一座巍峨无边的古塔在星海之中缓缓成型。塔成之日，天地同泣，万道哀鸣。此塔之名，藏天塔。纵然魔帝也无法抗衡数位大帝以毕生修为铸成的藏天塔。万魔入塔，永世剑压，不得超脱。而藏天塔在完成使命之后，遁入虚空，不知所踪。秦玄杀害同门，罪大恶极，念其对宗门有功，留其性命，赶出宗门。废物东西，滚吧！残害同门的人渣，快滚出宗门！滚吧，废物！你不配做天星门弟子。我为宗门付出这么多，竟然落得这样的下场。天星无情道，当真无情。昔日我身为天星门少主时，你们对我趋之若鹜，前徇后恭。如今我丹田被废，沦为废物，只因救妹被迫杀人，你们却对我大张堂法。如此薄情的同门，如此冷漠的宗门，秦玄也不屑留在这里。哟，这不是昔日大名鼎鼎的天才秦少主吗？怎么会沦落到这一步呢？今日你能把我赶出天星门，他日你必将有同样的下场。最是天星最无情，你可想过自己的明天？秦玄，没想到事到如今你还这般嘴硬。不过，看样子你妹妹应该被张华得逞了吧？江毅，难道这一切都是你？外门弟正是张华，被我杀时无其人在场，只能说明张华就是江毅所指使的。我会捏碎你身上所有骨头，就像当初跟你执行任务的师兄弟一样，受尽痛苦才慢慢死去。柳云师妹，秦玄，你仇人甚多，别回家族了，找一处山野归隐了吧。师妹若是担心我，不如给我一枚还神丹，让我救救妹妹。唯有天星门的还神丹，才能彻底治愈灵儿的伤势。抱歉，宗主有令，你已被驱逐出宗门，不再是天星门弟子，不能给你任何丹药。好一个宗主有令！天星门，今日你们见死不救。若是我妹妹有半点差池，我必将穷尽一生，把你们屠宗灭门。哪儿来的叫花子？这也太惨了吧！哎，这不是秦家天才秦玄吗？天才，呵呵。7天前，秦玄执行宗门任务，撤退时被打碎丹田，早已经就是废人。这个废物怎么回来了？难道是被天星门驱逐了？他杀了这么多人，竟然还敢回来！我又何尝像你这样狼狈一面回来？但为了救我妹妹，唯有回家族取当年那枚还神丹。开门！是我，秦玄。还迎接什么？现在的秦玄早已经不是天星门少主了，他丹田被废，只是一个没用的废人。哼！呸！一介废物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，竟然还敢回来！一点修为都没有，这样废物也配进我秦家大门？这废物杀了不少大人物，秦家不能收留他，免得招惹祸端。可不止这样啊！听闻本来和这废物有婚约在身的杨家大小姐，知道这个废物丹田被废掉后，决定要退婚啊！滚吧，废物！我们秦家绝不留你！当年，秦家只不过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小家族，若不是我加入天星门成为少主，又何来现在的秦家？我可以不进秦家，但是你们
必须得拿出还神丹救灵儿。哼，齐玄，你还以为自己是天星门少主？你这个废物，凭什么命令我们？都是血肉至亲，你们何至于此？血肉至亲，你也配？秦玄，别说我不看在昔日亲情的份上，只要你现在跪下给我磕几个响头，我就赏你一颗疗伤丹，让你去救你那快要嗝屁的妹妹。至于还神丹，你就休想了。哥哥，我没事。你是秦家天才，天星门少主，你不能去求他们。跪下可不够，还得磕头。他竟然真的给我跪下磕头了，这就是秦家的天才，天星门的少主。药呢？我不过戏弄你玩罢了。你真以为我会拿丹药救你那马上就死的病鬼妹妹？你们配吗？秦衡，你找死！呵呵，一个丹田被废的废物而已，也配呵斥我？这里的气息太恐怖了，周围这些神兽尸骨，这里不会真的葬下了天吧？那是谁？一个丹田破碎、失去修为的废物，藏天塔竟然会选择你。原来如此，本座明白了。没想到过去了那么多年，这天地间终于再度诞生出一个你这样的人，既身怀那等伟大存在的血脉，也是万道神体，而且天生就拥有火焰法则，难怪藏天塔择你为主。敢问前辈，您是谁？这里又是何地？本座是谁？现在的你还没有资格知晓，哪怕你是传说中的万道神体，但没能成长，依旧只是一只弱小的蝼蚁罢了。不过既然藏天塔选择了你，告诉你也无妨。这里便是藏天塔，乃是关押了古往今来各个时代至强之地。每往上一层，所关押者的修为就更厉害。说起来，你应该值得庆幸。若不是关在第一层的剑魔100年前已是寿元枯竭，作化而终，否则就算你再强大100倍、1000倍，也抵挡不了他一剑而形神俱灭。剑魔，那可是晋武时期赫赫有名的无上至强，一剑断千山万水，上斩星辰，下斩九幽。万年前突然消失，竟是被关押在这藏天塔内，而且不过是第一层。不过你既是幸运，也是不幸的。历经无尽岁月，如今藏天塔法则有损，封印之力也逐渐消散。最多1年，藏天塔的封印就会一一破开。到时候，作为新一任塔主的你，将会死得很惨。这些神兽随便一头送出去，都足以抬手灭绝整个天星门，却被藏天塔内的上古强者击杀。第一层的剑魔尚却如此之强，更高层只强不弱。莫说如今丹田被废，就算没被废前，也无法对抗。还请前辈告知，晚辈该如何？如今你是藏天塔的主人，你可以用法则之力修复藏天塔的封印，也可以给本座授权，让本座帮你镇杀这塔里的关押者。法则之力乃是道之力，只要你将新的法则之力融于藏天塔，不仅能修复封印，还能逐渐控制藏天塔各层，
只要你能付出足够的代价，本座还可让你获得属于他们的传承。关押者个个超凡入圣，一旦破开封印，不仅是我，恐怕整个世界都会被屠杀破灭。前辈，晚辈现在丹田被废，修为尽失，恐怕无法修复此塔。小子，不用试探本座了。丹田破碎对于一般人而言，的确是个天大难题，但对本座不算大问题。只要你愿意献给本座100年寿元，本座可让你拥有重新修炼的资格，甚至变得远比以前更强。如何？100年寿元，我现在丹田破碎，修为倒退，寿元恐怕就只剩100年。若是给了，自己岂不是没有几天可活？但没有实力，别说是活100年，连活下去都是问题。妹妹还需要丹药。好，100年寿元，我给了。很好，真不愧是能被藏天塔选择的新主，果然够魄力。小子，你丹田虽然被废，但也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你以前所修炼的功法太过垃圾，完全浪费了万道神体的潜力。现在，本座传你万化混沌诀，此乃本座游历诸天时所得到的无上玄功，最为合适你。而且，上一任塔主离开前，特意留下了一份礼物给你，可让你变得更强。万道神体终于觉醒了。万道震动，到底是谁？难道有人要突破传说中的至道地境了吗？不，这种异象好像是传说中的万道神体要出世了。万道神体，传说中的体质，不是禁锢后就无人可成功觉醒了吗？到底是谁？至少能有超过8万斤的力量，炼体境修炼到极致也不过1万斤距离。我现在重修后依旧是炼体境，却达到了8万斤，而且这还不是我的极限。前2位家族付出这么多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对他？为什么？就凭他是废物，区区一个废物也配进我秦家大门？别忘了，玄儿和杨轩还有婚约在身。就算玄儿现在修为不在了，但仍是杨家的未来女婿。秦家这样做，不就是要得罪杨家吗？柳姨怕是不知道，杨家知道秦玄修为废后，都要过来退婚了。你真以为杨家会要一个没用的废物当姑爷吗？够了，秦衡堂哥，秦玄堂哥好歹是我们秦家的功臣，无论他现在变得怎么样，也曾经为秦家做出过巨大贡献。倩倩，麻烦你拿些丹药给玄儿、灵儿疗伤，尤其是还神丹。柳姨，秦玄堂哥以前的确对我很好，这个倩倩一直铭记在心。但还神丹何等珍贵，乃是家族第一丹药，就算我爷爷是大长老，也不能随便取来。除非什么？除非秦玄堂哥愿意把天星门的功法、武技都交给我，我可以做主，让爷爷把还神丹拿给秦玄堂哥和灵儿疗伤。倩倩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应该知道这样做的后果。天星门的功法和武技是不传之秘，一旦传出去，玄儿必死无疑。疗伤丹药都是贵重药品，家族不会随便给普通族人用。还神丹更是第一重宝，更不能随便动用。除了这个，别无他法。好一个别无他法！
果然，人只有在低谷的时候，才能看穿身边所有人。秦玄堂哥，你终于醒了，怎么感觉他变了？明明丹田破裂，修为尽散，昏迷时还有颓废之意，苏醒后却神光焕发，像是当初还是天星门少主时那种意气风发。不过秦玄堂哥可不要怪倩儿这样说，这也是唯一的办法。只要秦玄堂哥你告诉倩儿，倩儿可以向你保证，一定给你争取来还神丹以及家族内最好的疗伤丹药。不用劳烦你费心了，拿丹药来，我留你全尸。哈哈哈哈！笑死我了！你都这样了，还敢威胁我？怎么忘记自己的修为已经被废了？玄儿，我们还是去找长老吧，他们一定会救灵儿的。娘亲，没用的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他们敢这么做，恐怕就是受那些长老指使的。不愧是天星门的前任少主，脑袋转得很快。不过就算你知道了又如何？又能拿我怎样？那灵儿该怎么办？难道我们要眼睁睁看着灵儿他们不给，我们自己拿去就是了。哼，痴心妄想！有本事你就一起出手！滚！清玄丹田没有被废，不可能！交出疗伤丹药。丹药在我怀里，一会儿再来收拾你。哥哥，灵儿已经没事了，那些欺负你的人，哥哥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娘亲，现在该我们之间的事情。你不是喜欢磕头吗？今天我就让你磕个够。清玄表哥，够了，这样是没用的。清玄少主，清玄爷爷，我错了，求你饶了我吧！饶了你，你可曾饶过我？前阵明明还是个废人，眨眼间就将秦衡揍得无还手之力。我们可是亲人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亲人，你也别说这两个字。小子，你不想要寿元了，就这么杀了，也太可惜了吧？前辈，我要怎么做？等着，我这就把吸收寿元的方法传给你。清玄表弟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天天给你磕头谢罪，求你看在同族之情的份上，就饶了我吧。清玄表弟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只要你留我一命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清玄表弟，你当真什么都愿意？我愿意，你就是让我去杀了我妹妹，我也绝不皱一个眉头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把你的命给我吧。这是什么邪功？竟然能把人变成干尸！天星门怎么会如此阴毒的功法？是魔功，这是魔功啊！以前的秦玄虽然很强，但不像如今这般妖险。谁敢阻我？为什么？他不是丹田被废了吗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藏天塔必然藏在黑羽戒指中。前辈，晚辈敢问一声，万道神体到底是什么？万道神体乃是天下间最强大的体质之一，曾位列诸天10大神体。万道神体如此厉害，为何我以前却感觉不到？一直以来，我能成为天星门少主，更多是靠艰苦修炼。当然，这万道神体既是天地最强的神体之一，也同样是出了名的废体。什么意思？在你真正觉醒之前，它不过是个笑话。因为真正的万道神体需要吞噬诸天万般强大血脉才能大成，而没有吞噬过强大血脉的万道神体，压根儿就是没用的废体。比如说之前的你，空有万道神体，但跟肉体凡胎没有任何区别。原来如此，我能觉醒万道神体，多半跟神秘人有关。你这小子倒也幸运，藏天塔历代塔主中便有一位万道神体，曾存放了一滴他的精血在此。得益于这滴精血，你才能成功觉醒万道神体，而且你应该感觉得到你的力量远超常人吧？我能感觉到，如今的我虽然还是炼体境，但力量至少能有8万阶，甚至接近9万阶。这是理所当然，
那位塔主的精血蕴含的力量何其恐怖，也就是你修为尚浅，压根儿无法彻底炼化这滴大道精血多少。即便让你万道神体真正觉醒了，但最多只是成功炼化了1/1000而已。只是1/1000就让我力量接近9万斤，如果彻底炼化，目前是不用想了。那位塔主留下的大道细血，除了为你觉醒万道神体外，剩余的9成9以上都蛰伏在你体内最深处。只有你修为提升起来，才能够去炼化。另外，万道神体在每个阶段都需要吞噬强大血脉，才能持续突破下去。否则，没有强大血脉，万道神体反倒会成为你的限制，无法突破更高层次。就算你已经有了那位塔主的大道精血，也不行。前辈，不知道这种强大血脉是需要多强的？本座记得。太玄大陆曾有人专门罗列出一个天下各大血脉体质的榜单，名为太玄神体榜。如果你想要突破，至少也需要太玄神体榜上的强大血脉体质才行。太玄神体榜上任何一种体质都极其强大，就算是排名末尾的千焰战体，也远超寻常天才。正好，在这里不就是有一个强大血脉者吗？归元剑体位列太玄神体榜第13。剑魔能成禁锢至强，除大义例外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此体。抱歉了，剑魔前辈，今日晚辈取你血脉一用。剑魔哪怕身死，身体依旧不朽，远非我所能破。小子，这剑魔虽然不怎么厉害，但必究远超你之上，剑体不朽，以你之能，想破开他的机体太难了。还请前辈帮助，晚辈愿意以刚夺取的60载寿元交换。哼，小子。你想得够天真的，就凭一个真武境武修的60年寿元，就想换来本座的出手？等你什么时候拿来了天罡境武修的200年寿元，再来跟本座提这个要求吧。我现在虽比寻常真武境强，但想对付天罡境，不知要何年何月。前辈，晚辈也只是炼体境，哪里能对付得了天罡境强者？要不您传授晚辈几招足够对付天罡境武修的强大武技？你小子觉醒了万道神体后，如今虽还是炼体境，但肉身力量至少有8万斤之巨，不亚于真武境中后期武修。不过对付天罡的确有些牵强，想让本座传授你武技也行，你得把60年的寿元全都给本座。我现在最需要的是实力，没有实力，寿元再多也无用。好，哼，很好。本座就教你一招好了。你天生拥有火焰法则，恰好剑魔曾开出一门炎浪剑法，再适合你不过了。看好了，此剑名为黑魔剑，乃是剑魔性命相交之剑，现已是无主之物，就一并送给你吧。炎浪剑法第1式，斩！若不是在藏天塔内，这一击足以粉碎整个天星门。你可看清楚了？您说的倒是容易。不愧是万道神体，被藏天塔认可的塔主，这么快就沟通成功了，足以压制黑魔剑的意志。看来还是比不上前辈啊！以你现在的境界，能斩出3丈炎浪已经很不错了。剑法已传授，你可以出去了。就只是这一剑？不然呢？想要学第2式，再拿一位天罡境武者的200年寿云来吧。玄儿，你快醒醒了！娘，怎么了？灵儿被他们给带走了。是谁？他们把灵儿带到哪里去了？是二长老，他刚才突然带人闯进来，强行把灵儿带走，说是要把灵儿送给孙家孙广德父子，我根本阻止不了他们。玄儿，现在只有你能够救回灵儿，她是你妹妹啊！孙广德父子，清泉镇出了名的变态，仗着孙家长老身份和地元宗朱长老的关系，无恶不作。当年就对妹妹包藏祸心，若是灵儿落在他们手上，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将灵儿安全带回来的。
这里是孙家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滚！说，我妹妹在哪里？在阁楼。灵儿，等着我。这次我族秦星琼去地元宗的修行之事，就仰仗孙家诸位了。秦淮兄放心，你给孙家送来这么一份大礼，此事自然板上钉钉，绝无意外。只是秦玄和天星门真的不会追究此事吗？哼，放心，秦玄已经废了，天星门也已经传来消息，他们的确已经把秦玄逐出宗门。秦玄，谁让你来这里的？我妹妹在哪里？你妹妹当然是陪在孙家三长老和孙家三少爷身旁了。老家伙，你找死！别以为杀了秦衡就觉得自己很厉害，你不过区区废人而已，也敢对我出手？就凭你？什么？说，我妹妹在哪里？不可能！你明明丹田被废了！你说，楼上他被孙广德和孙有才绑去楼上了。要是我妹有什么差池，定让你们孙家上下满门灭绝。小美人儿，乖乖躺在那里，让我们父子俩好好疼爱你。别挣扎了，没人会来救你的。哥哥救我！不好，秦玄来了，父亲，现在怎么办？哼，一个丹田破裂的废物而已，有什么好怕的？秦玄，看在天星门的份上，本长老可以放你一马，赶紧滚，别影响我爷俩的兴趣。给我去死！不可能！你怎么还有修为？秦玄，地元宗的朱长老可是本长老的拜把子兄弟，你要是杀了我，他肯定会放过你的。他若敢来找我麻烦，我便灭了整个地元宗。你竟然敢杀我父亲！朱叔叔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不用担心，马上就送你去见你爹。不，秦玄，你不能杀我！你不能杀我！哼，想跑？秦星琼，秦玄，你疯了！竟敢杀孙家三长老，可知这是在给秦家招惹天大的灾祸！天大灾祸！牺牲我一家三口来换取利益，这样的秦家灭了也罢。秦玄，你杀了我父亲，朱叔叔是不会放过你的！你逃不掉的，给我滚！哼，你真以为自己还是秦家第一人吗？17牛之力，2个月前他尚且只有12牛之力，短短2个月提升5牛之力，他到底怎么做到的？这可是灵剑，非真武境武修能损坏。他手上那柄黑剑非凡之物。秦玄，现在的你最多只是8牛之力，如何与我一战？只要你交出手中的剑，留下你妹妹，今日这件事我代秦家做主，可以既往不咎。既往不咎，我可不会轻易放过秦家的。秦玄，你找死！嗜血杀体虽未位列太玄神体榜，但也相当接近，天生适合成为杀手。杀人越多，越容易变强。哥哥，你没事吧？灵儿，不用担心，哥哥没事。8牛之力竟能抵挡我的嗜血斩，那剑招至少是地级高品。只要得到这柄黑剑和武技，我必然大放异彩。哼！秦玄，纵然你底牌再多，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依旧不值一提。黑魔，看你了！哼！蠢货，以为这样就能抵挡我？什么？根本无法让这笔重剑诡计偏移半分。这柄剑，趁我不注意逃走了。不过，这柄剑更重要。不可能，连我都无法撼动。秦玄一个8牛之力的废物，如何运用自如？孙家长老，发生了什么？秦玄呢？秦玄在你来之前的几个呼吸就离开了。刚才他抓住你们秦家的2长老，不知道用了什么魔道秘法，将他整个人都吸干了。该死的！调虎离山，他趁我赶往大厅时兜圈取走了剑。秦玄，我定不饶你！冷静，秦玄杀死孙家3长老父子，杀死2长老，已与秦家孙家彻底撕破脸。清泉镇再无他容身之处，他必然第一时间回去接柳清月。玄儿，娘，来不及了。你带上灵儿，马上离开秦家，前往梅园4栋梅花院子隐藏起来。我去取怀神丹，不然等秦星琼回来后，我们就再也走不了。好。秦玄，这里是宝库，不是你能够擅闯之地。
是丹田被废了吗？怎么还这么厉害？当初我将还神丹送回秦家时，亲眼见3位长老郑重收起，说放在宝库内密切保管，应该就在这里。该死的，还神丹恐被3位长老亲自保管，尤其是大长老，一身武道修为踏入天罡境多年，如果还神丹真在大长老那里，秦玄，你好胆，杀死2长老，杀死孙家3长老父子2人，如今更是闯入家族宝库破坏，当诛！哪里走？秦玄，你罔顾家族安危，残忍杀害2长老与孙家3长老父子2人。今日老夫要取你人头，以此谢罪。秦家3长老，天罡境强者，3长老是天罡境强者。莫说现在，就算当初丹田未废，也远非其对手。秦玄，如今你就算修为侥幸恢复了一些，但全盛时期的你尚且远不是老夫的对手，何况是现在？留下来吧。就算借助秘法勉强恢复到了真武境又如何？终究只暂时的。3长老真不愧是天罡境强者，果然厉害。星穹无需妄自菲薄，以你之资，相信不出2年便可踏入天罡之境。2年，以我的嗜血杀体，最多1年便可踏入天境。届时，就算秦家第一人秦苍明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居然又被逃了！不愧是昔日天星门的少主。秦灵儿奄奄一息，他前来宝库就是找还神丹，发现没有，定然猜测在我或大长老那里。大长老在闭关，但我离开了。不好，要是让那小子进了老夫的密室，那就麻烦了。天罡境强者的余烬，透过黑魔剑造成了内伤。还神丹要么在大长老处，要么在3长老处。大长老正在闭关，还神丹必然贴身保管，在他眼皮底下夺取比登天还难。3长老离开了院子，正是可乘之机。是谁？老狗，等你很久了，去死吧！这是什么武技？玄级高品，不是低级！真不愧是天罡境强者，措手不及下挨了这招，居然也没死，命真硬。秦玄，我要杀了你这个小畜生！杀了我，现在的你在我手上连活的希望都没有。秦玄，你赶紧住手！老夫好歹也是你长辈。还神丹不在秦苍山身上，那只剩下一个可能，在大长老那里。秦玄，求求你了，我喊你爷爷了，不要杀我！秦玄，我死了还会回来找你的。你死了后若还敢回来找我，我就把你炼成灰。3长老可是天罡境强者，秦玄怎么杀死3长老的？还神丹在哪里？哼，你们怕什么？秦玄肯定是利用了什么秘法才杀死3长老的，现在不过是强弩之末而已。秦玄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所有人跟我一起出手！如果你们一起上，我的确不是对手，但我想逃，你们却也拦不住。如果是老夫呢，秦玄，你胆子可真不小。老夫才闭关了几个月而已，整个秦家就快要被你杀得家破人亡了。谢过大长老！如此欺我凌我且辱及我亲人的秦家，便是彻底家破人亡又如何？秦玄，老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无论发生了什么，你也不应该残杀同族之人，更何况杀死了2长老。就算是家主也得以死谢罪。念及你昔日情分，你自裁吧，老夫便不出手了。自裁？
大长老，你不问问秦家究竟对我秦玄做了什么，一出关就让我自裁，真是可笑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念及最后一份情分，只要你把还神丹还给我，我可以做主跟秦家这份仇恨一笔勾销。否则，我秦玄在这里对天发誓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就要灭了整个秦家。但凡秦家出来一人，就杀一人。是认真的，正因如此，才留不得他。你逃不掉的。天星门最善隐藏刺杀，我习之大成。大长老，秦玄人呢？秦玄，交出还神丹可以，但必须是在半个月后的家族大典上。我知道你在家族宝库夺取了上等疗伤丹药，足以让你妹妹活到半个月后。到时候只要你能够在家族大典上正面击败我，别说是还神丹了，就算你要成为家主，我们也没有意见。如果你不愿意等到半个月后，那么就尽管来吧。从今天开始，大长老会全力守候家族的。你可以杀得了几个人，但一旦被抓住，必死无疑。可恶！星穹未经家族允许擅自答应秦玄，会让别人认为我们屈服在秦玄这个小辈淫威之下。大长老稍安勿躁，秦玄哪怕被天星门驱逐，但必旧是昔日少主。他真要对秦家出手，必然让我们处于被动。现在我们跟秦玄做了约定，那么未来半个月他就不会针对我们出手，甚至我们可以在家族大典上当着所有人面前击杀秦玄，洗脱秦家耻辱，岂非更好？你要知道，秦玄可是能杀死老三的人，能够成功刺杀一位天罡境强者，你可知威胁究竟有多大？这个我自然明白。虽然不知道秦玄到底用了什么办法恢复修为，但被天星门所驱逐，说明丹田被废不可能是假。现在就算恢复了修为，恐怕也只是临时恢复。等到半月之后正面一战，我有自信能够击杀他。有自信是好事，但秦玄能够杀死老三，说明手段不少。你虽然很强，但不一定能杀死秦玄，有可能被反杀。如果我能在家族大典前突破29极限，29极限，真武境内每提升1牛之力都无比困难，想要半个月内打破29极限，简直不可能。哪怕他是嗜血杀体。没错，只要借助还神丹，我就能够在半个月内打破29极限，掌握19牛甚至20牛以上的力量。到时候杀死秦玄不易如反掌。秦玄已经叛出秦家，当然就不需要遵守承诺。所谓的赢了就给还神丹，从一开始就不存在。大长老，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。秦玄现在杀害了孙家3长老父子2人，如果不能给孙家、地元宗交代，我们秦家别说以后能不能在清泉镇立足，甚至会被地元宗怒火波及，其他人也会嗤笑我们秦家无能。而且，我已经邀请了天元五府的人前来观看家族大典。邀请了天元五府观看家族大典。天元五府乃大赵王朝第一修炼圣地，汇聚了几乎所有武道天才。天星门宗在天元五府面前根本不值一提，可他如何能邀请到天元五府的人？我在斗塔修炼时，曾与几名五府弟子有所切磋，所以认识。恰好不久后，天元五府的人便会前往天风城进行招生，因此顺路过来参加我秦家的家族大典。好，老夫给你还神丹，你无论如何都要在半个月后的家族大典上杀死秦玄。大长老放心好了，还神丹终究还是落在我的手上。秦玄，你如何跟我斗？玄儿，你取回来还神丹了。真正的还神丹还在大长老那里，这些只是秦家宝库内的上等疗伤丹药，虽然不如还神丹，但足以维持灵儿的生机。不过娘亲不用担心，半个月后秦家将会举办家族大典，届时也会宴请各方来客观赏。只要我击败了秦星雄，就能够顺利夺回还神丹。可是娘，你无需担心，就算秦家想要设下陷阱，但也要顾及脸面，还不至于当众对我出手。我当然知道这有可能是秦家的阴谋，但为了灵儿的性命，为了不让娘亲担忧，只能这样去说。而且我现在确实没有多大能力能从大长老身上夺取还神丹。玄儿，是娘没用，对不起你们兄妹2人。娘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如果没有你，就没有我们兄妹。前辈，你的效率很不错，这才前脚跟你说了一声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带来天罡境午休的200年寿元了。你是想要炎浪剑法第2式，
还是想让本座出手夺取剑魔的真血？本座想，你应该选择让本座出手夺取剑魔真血。晚辈想换一个条件。换条件？我妹妹现在性命垂危，前辈您是通天大能，就连藏天塔内的关押者都能镇杀，相信救我妹妹不是问题。小子，本座救你妹妹并不难，不过你真的要换这个条件吗？以你现在的情况，想要再夺取一位天罡境午休的200年寿元很难。晚辈想得很清楚，我可以不突破，甚至可以没有万道神体，但对我而言，娘亲、妹妹这些亲人才是最重要的。你这小子跟他真像啊！他，神秘人口中的那个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小子，你挺不错的，本座明白你的意思。不过你无需担心，你妹妹根本不会死，因为这区区天下间根本无人能杀得死她。前辈，有些事情还不是现在的你所能知道的。现在你只需要交出天罡境午休的200年寿元给本座，准备吞噬剑魔的归元剑体之血脉就行了。请前辈出手。仅一招炎浪剑法，第一式就能让我逆境发伤，蕴含17牛之力的秦星球，若突破真武境，实力必更上一层楼。现在还不急，等你达到炼体境极限10万斤力量再说吧。10万斤极境，这种感觉比以前丹田未碎前还要强大。好强的肉身力量，无需动用元力，感觉就可抬掌击杀真武境。如今要对付秦星球，必然从容许多。小子，恭喜你，终于达到了炼体境最极致的10万斤极境了。虽然炼体境9万斤与10万斤看似只差1万斤，但唯有达到10万斤极境，才称得上真正的万古天骄。历代藏天塔的塔主，只要是以武正道者，炼体境都必然是达到10万斤极境。以武正道者？难道除了以武正道，还有其他修炼之道？既然你达到了炼体境最极致，也该是时候突破了。若非神秘人护主，若非我是藏天塔主，如此近距离面对这团剑魔真血，莫说是自己，就算天罡境强者也要瞬间被湮灭成灰。剑魔虽死，其血依然恐怖无边。小子，马上运转万化混沌诀，炼化了这团血液。丹田未碎时不过18牛之力，与现在天壤之别。这件事若传出去，必然震惊天下。这是归元剑体血脉的作用。万道神体吞噬了剑魔真血，便拥有了归元剑体的种种能耐。的确比以前更强了，但还能更强。剑魔真血近90%能量凝结到这处血道中，万化混沌诀可将血道点化开辟，如同丹田储存能量。传闻修炼到极致，可点化人体10万血道，沟通诸天世界之力。这一剑足以斩杀绝大部分天罡境强者了。不过这只是释放了1分力量，若全部释放，恐怕连封王称尊者都要受威胁。但那是底牌，不能轻易动用。如今我也是真武境89牛之力，家族大典上要击败秦星球，1个回合足矣。怎么回事？
本座昔年挑战大荒古帝，欲正道地位，可惜最终大败。遵守承诺，自困于藏天塔内万年，万年自困，苦专剑道。更进一步，欲继续挑战大荒古帝。然大帝消失，本座也被困塔内，无法离开。今之寿元无多，故留下剑道传承。希冀后人可继承本座之剑道，不至于失传。他日若有难，可持本座之剑烈，号令剑宗，同望继承本座剑道者。他日若遇见本座之后人落难，念今日剑道传承之情，帮其一二。这是剑魔的剑道传承。剑魔乃禁古一代至强，曾横压天下一个时代。他的剑道堪称天下最顶尖。威力远震往昔1倍有余。借助剑魔传承，剑魔施展炎浪剑法的记忆和经验让我身临其境，仿佛自己施展了无数次，直接从晦涩达到如臂指挥的完美阶段。这是炎浪剑法第2式、第3式，无需神秘人传授，我已从剑魔传承中直接习得。第3式的威力足以媲美激活血道星辰劈出的第1式。多谢前辈传授传承，他日若我有缘碰到前辈后人，定将剑道传承奉还。看来晋升真武境后，也顺利得到了剑魔传承，还算可以。不过近9成血脉之力化成血道星辰，还有些没来得及消化。否则以剑魔的血脉之力，至少能让你达到90牛之力才对。的确，体内还残存大量力量，没彻底消化。一旦彻底消化，踏入19极限不是问题。小子，莫要以为89牛之力就很了不起了。藏天塔历代塔主，没有一人在真武境是低于19极限，也就是99牛之力。你现在跟历任塔主相比，还差得远。历代塔主居然都达到了传说中最极致的99牛之力，我借助结魔真血才到89牛之力，就算彻底耗尽结魔真血，恐怕也很难达到99牛之力。小子，从现在开始，你需要不断的战斗、淬炼，彻底将体内剩余的剑魔真血转化为自己的力量。届时，你莫说是对付那个弱小的嗜血杀体，就算是对付秦家那个大长老，无需动用剑魔传承，也是轻而易举。不断战斗的地方，已经过去3天3夜了。娘，我最近会外出数日，院子内有地窖，准备了几个月的粮食。最近不要外出。天风城，大赵王朝西南行省第1城。清泉镇不过是它的附属城镇。斗塔，一个既能不断战斗，也能赚取大量金钱的地方，专门开设武斗场的庞大势力，麾下武斗场遍布天下，存世久远，是各方武修向往之地。您好，请问是登记参加武斗的吗？请先生登记身份，另外支付10枚银币登记费。请务必不要以炼体境冒充真武境进行武斗，
否则一旦出事，斗塔不负任何责任。是。秦先生，这是您的积分牌。在人级武斗场内，每战胜一场可获得10积分，积分可在斗塔内购买商品享受优惠。当积分达到100后，即可开启擂主赛，挑战擂主，成功即可成为新的擂主。居然是李维和单明，他们是谁？秦先生，他们2人都是人级武斗城的常胜参赛者，连胜战绩时常保持在7、8场左右。今天这一场是2人8连胜后的第9场武斗比赛，这一场后无论谁胜出，都将是9连胜，再胜1场就有资格挑战擂主。单明，已经期待很久能够与你一战了，今日一战，我会终结你8连胜的战绩，实现9连胜，进而10连胜，从而挑战擂主。李维，这句话同样也是我想对你所说的。哈哈哈！好，单明，你且看我这一招。好强的一击！一段时间不见，李维的贺朗枪法更胜一步了。以他的修为搭配此招，放眼真武境内都罕见对手。来得好！很早之前我就想见识一番李兄的骇浪枪法，今日终于有机会见到了。如果是3天前，我或许会很头疼，不过现在，破山拳！居然达到了9牛之力！如果3天前你我胜负难分，但如今我已踏入真武境极限，你自然不再是我的对手了。你已经9连胜了，只要再胜1场就能挑战擂主。谁敢挑战我？以单明的实力，绝对有资格成为擂主，不知道哪个人敢迎接他的挑战呢？秦先生，您是第1次参赛，去其他擂台或许能遇上新人，胜出的机会相对大一些。不用了，就他吧。好，那就……什么？秦先生，你要挑战单明？没错。秦先生，单明实力极强，一身力量达到9牛之力，而且手段相当残忍，基本上没有好下场的。谢谢提醒，但不用了。麻烦帮我下注1000美金，要我胜出。秦先生，哪里来的毛头小子，居然登上了武斗擂台？这不是找死吗？小子，赶紧认输吧！单明可不是你能够挑战的。小子，给你机会，马上认输，我不想伤了你。既然如此，我也给你一次机会，马上认输。我并不想伤了你。这小子疯了，连单明都敢挑衅，这般言语挑衅，简直就是找死！哼，敬酒不喝喝罚酒。哼，既然你偏要找死，就别怪我以大欺小了。不可能，这一击非人武境极限不可接下，这小子是怎么做到的？单明打架武斗了，肯定是单明好歹9连胜，怎么可能连个毛头小子都战胜不了？这戏也太假了！我哪里是打假比赛，分明是踢到了铁板。你很厉害，比我想象中强上太多。不过当心我这一招！暴风锤击！这小子疯了吧？不是疯了，是吓坏了。这年轻人怕是连尸体都不全了。单明的暴风锤击一出，据说连2阶妖兽都曾被火手轰爆。小子，你太狂妄了，注定要为此付出代价。哦，是。不可能，那可是我最强一击，
自问面对天罡境都能对抗1、2，却对他无伤。不得不说，你的确挺强的。刚才那一锤让我挺痛的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该我出手了。秦先生，因为您战胜了单明，获得了10积分。另外，因为只有您压了自己胜出，所以赢下了所有钱，共计31127枚金币，已存入您的卡里，请您查收。麻烦帮我安排一下对手吧。秦先生，稍等。小兄弟，等下我会轻点出手的，不会让你受到太大伤害。多谢好意，但不需要，你还是全力出手吧。既然这样，就别怪我了。这个新人简直是人形凶兽！没想到这小小天风城的斗塔内，除了那家伙外，居然还有像你这样厉害的武道天骄。此行跟随柳师前来，算是不枉此行了。不过可惜，你虽强，但我马上就要中断你的8连胜。你是谁？魏无休，来自于天元五府，在人级武斗场有3次7连胜的记录，现在是第3次，不过很快就是8连胜。天元五府，大赵王朝第1修炼圣地，天星门与之相比，不过是萤火至于皓月，恐怕你会失望。这些家伙怎么也来了？他们是谁？这7个人都是斗塔内最近风头极盛的武斗者，至少都是7连胜。尤其是为首那个女子，已经成为新的擂主。他们一行人都是天元五府的弟子，王朝各地的武道天才。这么厉害，他们才多大呀？看来秦玄这次凶多吉少了。这里难得出现一个差不多年纪能接连7连胜的武道天才，只可惜了。再天才也只是地方天才罢了。魏无休这家伙虽然只能算一般，但在天元五府修行1年，实力突飞猛进，哪是这种地方天才可比？是啊，魏无休的实力都有资格成为一方擂主了。他之前连续2次7连胜被终结，不过是柳师姐担心他过于自负，让我们出手挫挫他的锐气罢了。不过这小子也算有点天赋，通过测试成为五府弟子的可能性不小。秦玄，看我这一招千钧击！出现了，是千钧击。千钧击虽是玄级出品，但魏无休修行多年，已炉火纯青，至少能爆发出5牛之力。他本身就达到了29极限的18牛之力，如此近的距离，秦玄避无可避，必败无疑。看来魏无休是动真格了。居然用肉身应接我全力一击，还反过来将我击飞。他的肉身该是何等恐怖！这就是天元五府弟子的实力，似乎也不过如此。好大的口气！战胜了魏无休就这么狂妄？在下赵峰，听阁下说话，似乎对我们天元五府弟子的实力很轻视。既然这样，便让我领教一下阁下的真正实力吧。赵峰8连胜强者，而且还是2次，在斗塔内战斗17次，仅输1场。魏无休此前2次7连胜被中断，其中1次就是被赵峰击败的。来吧。24牛之力，在真武境修炼到这一步，
绝对是一方天才，有资格成为擂主。一刀两断。赵峰一出手就是玄级中品武技，看来是动真格了。玄级中品武技增幅，让赵峰的力量从24牛之力飙升到30牛之力。36牛之力，49极限，纯粹肉身力量便达到36牛之力，比赵峰强出一大截。对不起，柳师姐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不用道歉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而是对方太强了。能在真武境修炼到36牛之力的49极限，世所罕见。就算在天元五府内，也算得上是一方强者，有资格直接进入玄院。不过，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武斗对象。虽然这秦玄看似年轻，但战斗经验相当丰富，远胜于你等之上。你们在五府内修炼居多，战斗经验缺乏，与他一战，对你们也是不小的磨练。既然来了，你们都上去挑战一下这个秦玄吧。明白。在下李剑妹，人级武斗场29连胜选手，并无败绩，希望挑战阁下。请教。流星蝴蝶剑。你的确很强，但你太大意。你虽然强，但也因为强而让你太自负了，必败无疑。45牛之力，59极限，36牛之力居然还不是他的极限。人武境修炼出59极限的45牛之力，就算是王室里的天之骄子，恐怕也不过如此。这秦玄到底何方神圣啊？45牛之力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就是你的攻击。3次出手，3次击败我们五府弟子，一次比一次更强势粗暴。柳师姐，你也要挑战我？这个女子虽然年轻，比方才那3人大不了几岁，但实力远强得多，超越真武境之上，甚至隐隐给我一种威胁之意，远超大长老秦苍明之上。你虽强，但我若出手，就未免有些以大欺小了。只想知道阁下到底是哪个家族或宗门的天骄？宗门弃徒，家族弃子，不说也罢。拥有45牛之力的超级天才，居然是宗门弃徒、家族弃子，那宗门该多强大，那家族该多恐怖！这些年我见过不少天才，但能轻易放弃一个真武境修炼出45牛之力的天才，最起码天元五府遇到这样的人，必然不惜一切代价招揽。阁下无需伤心，你天赋超绝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能代表天元五府欢迎你的加入。以你的天赋与实力，必然会得到天元五府的重点栽培的。伤心？我现在哪里来的伤心？谢谢了，我现在还不想加入天元五府。按神秘人的意思，我现在需要通过不断战斗，将体内剑魔真血彻底转化为己所用。我只想在斗塔内不断战斗。阁下先不用那么快拒绝，如果阁下愿意成为我天元五府的弟子，我可以代表天元五府破格让你成为地院弟子，每年给你提供1000斤下等原石修炼，能够在藏经楼下6层所有功法武技任意翻越，甚至只要后续表现依然足够优秀，我还可以保证给你申请一个圣元洞的修炼名额。不知道阁下意下如何？柳师姐，这不可！圣元洞的修炼名额怎么能轻易给别人申请的？对啊，这个名额可是柳师姐你的。不用多说了，阁下意下如何？
1000斤下等原石，天元五府藏经阁的巨大价值远超天星门。至于圣元洞，古之圣贤留下的修炼道场，连天星门门主都没资格踏入。容我考虑一下。这可是圣元洞的修炼迷额啊，哪怕只有1/10的可能性，放出去也足以让天下无数人打破脑袋争夺。这家伙居然还要考虑，简直暴殄天物。他不是想要狮子大开口，而是压根没有放在心上。这个秦玄到底何方神圣，能够在内等圣地修炼，该是何等惊世骇俗的背景？他真的是宗门弃主、家族弃人吗？若是如此，驱逐他的宗门家族，又该是何等的青天巨恶？秦先生，您已经10连胜了，可以挑战39武斗擂台的擂主，您是否要挑战？好。我是39擂台的擂主陈万，请教，请教。秦玄，请教。秦玄，你很强，我自问不是对手，但也会全力以赴。且看我这一刀！挑战擂主成功！天啊！10天时间内连胜了95场武斗，有好几位擂主亲自挑战，都被强势击败了。从哪里冒出来的妖孽？这不是要开创天风城的记录吗？你们都低估了那个秦玄，他已经连胜99场了。第100场武斗的对手，听说是狂罡。狂罡，那秦玄必败无疑。狂罡可不是一般的擂主，当年他可是连胜100场，登上了人榜的人物。虽然只是末位，但战力同阶，难寻敌手。塔钟怎么响了？不是说只有发生罕见大事才会敲响吗？难道秦玄连胜100场了？不可能吧！就算秦玄很强，战胜狂罡也不可能这么快出结果。秦玄连胜100场！柳塔主居然出现了！没想到惊动了柳塔主这位超级强者，他素来神龙见首不见尾。运师见过柳叔。原来是运师来了，不知道你父亲如何？柳叔有心了，家父一切安康。那就好。师尊，是我败了，有亏您的厚望。小刚，莫要自责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晚辈见过柳塔主，这位柳塔主的强大，远超秦苍冥不知几许，甚至天星门门主也有所不如他。秦小友，恭喜你连胜100场。按照斗塔规则，连胜100场者可获得斗塔积分金币100万、中等原石1万斤、4段战兵1件。多谢柳塔主，小友客气了。小友既然连胜100场了，不知是否愿意挑战人榜？愿意，愿意观秦小友绝世风采，希望成功冲击人榜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法则幻化。秦小友，有请。这种法则力量我熟悉，因为我天生就拥有火之法则。但虚空构建小天地这等手段，那是武道超凡入世者才能展现的伟力。这就是人榜的试炼吗？压力很大，但这种压力下，我能感觉到体内的剑魔真血正在加快融合，不断洗涤我的体魄，使我持续变强。
黄刚，人榜排名第33，你若击败我，便有资格登上人榜。这不是真正的狂刚，而是他闯荡人榜留下的武道烙印。当初狂刚登榜成功时，才40牛之力。没想到人榜试炼天梯出了压力，还有这等奖励，体内元力明显涨了一截，力量更强了。银鹰王90牛之力提升。恭喜秦玄小友战胜人榜第33名榜上者狂刚，成功登上人榜第33。一位能够登上人榜的妖孽，哪怕是被大势力所遗弃，对天元五府而言，也是炙手可热的宝贝。当初狂刚拜师柳成风，拒绝了五府，这次无论如何都要将秦玄招入五府。3个月后，那场面向整个荒域的百大五府天骄争霸战，他很有希望帮五府争夺来一个不错的名次。张明，人榜排名第32，你若击败我，便有资格登上人榜。秦玄小友战胜人榜第32名榜上者张明，成功登上人榜第32。人榜前20名，那可都是真正的妖孽之辈呀！已经登上第20了，还要继续冲榜吗？无论如何，都要让这秦玄加入天元五府。一个圣元洞名额不够，就增加几个，甚至可以给他古圣杯的感悟名额，乃至请求府主赐予古圣礼物。这等绝世妖孽，必须拉拢进五府。这个秦玄倒是给了我很大的惊喜。按理来说，如此妖孽之辈，绝不会默默无闻。速速去查他到底何方神圣。张庆之，张庆之，大赵王朝当今5大将之一，常年镇守北疆。这是20年前他冲榜留下的武道烙印，64牛之力，世间罕见。斗塔的塔钟敲响了。到底是谁？据闻只有闯入了人榜前10的天骄，才会导致塔钟响彻全王朝。居然有人战胜了那位北疆大将年轻时期留下的武道烙印。虽说那是20年前的烙印，但北疆大将年轻时在真武境可是打破了7、9极限的绝顶翘楚，坐拥64牛之力。这些年来，除了太子殿下、天神山大弟子南宫世家那位明珠外，无人能够击败。看来我大赵王朝再度诞生了一位妖孽翘楚，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哪位。有人闯进人榜前10了。人榜前10已经足近10年没有更迭过名单了。但凡前10者，都是传说中打破了7、9极限的存在，无比妖孽。近10年也只有3人踏足人榜前10。
人榜前10，这究竟是谁和啥？居然有人击败了我当年留在试炼天地内的那道迅影，不知道到底是谁呢？看来我大赵王朝再度诞生出新的妖孽了，这让本座很期待。没想到击败人榜前10 5道烙印，给予的奖项真不少。不知道击败了前10所有人，能否让我达到99牛之力呢？无名未封。竟有人真的闯进了人榜前3了，太妖孽了！不可能！人榜第2的那位人武境可是74牛之力，真正打破了8、9极限的妖孽，比人榜第3强上一大截。真武境中每打破一次极限，实力都会得到大幅提升的，不是1、2牛那么之力可以形容的。看来我们严重低估了这个秦玄。人榜第1不过是77牛之力，而我在来之前就已达到89牛之力。现在接连接受光羽洗礼，已然达到94牛之力。如果传了出去，必然会震动天下。不好，太子殿下，有人破了您的记录。你且详细说。居然有人将本殿当年的人榜记录给强势破了，看来此人在真武境内。肉身力量也达到了77牛之力，甚至更高，是一个真正的魔道天骄。不知此人到底是谁，或许可招揽一番。此人名为……并不知道，只知道此人名为秦玄。那就好好调查一下，本殿要知道关于这个秦玄的一切资料。是，殿下。这个秦玄到底是谁？能够冲到人榜第1，绝非泛泛之辈。杨家近数十年持续强大，一是结交王都权贵，二是招募人才，招募不成便主动交好。当今好所有名的强者，年轻时都曾被杨家许以交好，欠下人情。按理来说，如此妖孽之辈，可偏偏对这新晋人榜第1一无所知。如果知晓那位秦玄到底是谁，我不惜花费一切心思交好，甚至在有条件的情况下，不介意让杨轩这个最杰出的女儿去主动结交乃至联姻。毕竟新晋人榜第1，未来不出意外封王称尊的可能性极大。若真能让新晋人榜第1成为杨家姑爷，杨家在大赵王朝内的地位将会更高，或许在我有生之年能达到媲美南宫世家的程度。家主，那位新晋人榜第1的秦玄我们不认识，倒是轩儿的未婚夫也是叫秦玄，只不过根据外人所知，这秦玄丹田破碎，已经不再能够修炼，而轩儿武道天赋超绝，已被天元武院玄院招取，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这件事呢？说的不错，虽然轩儿与那秦玄有婚约在身，但那秦玄已经是一个废人了，而轩儿前途无可限量，可不能因为一个婚约而毁了轩儿的一生。不行，既然有婚约在身，就要履行到底。我杨家可不是那种失信于人的家族。家主，虽然杨家不能失信于人，但也不能让杨家的明珠蒙尘。那秦玄以前还是天星门少主时倒还好，虽然天赋差了一些，但也勉强能当个上门女婿。但现在已经丹田被废，修为全无，继续履行婚约只会毁了轩儿的前途。是啊，我堂堂杨家明珠岂与废物成婚蒙尘？没错，秦家不过是西南行省小小地方家族而已。既然是我们主动退婚，不如给予一定的好处给秦家，相信秦家也不会见怪。无论如何，也不能毁了我杨家明珠的前程。轩儿，你怎么看？父亲希望听一听你的意见。一切谨遵父亲之命。不过女儿也希望取消婚约，
秦玄已经是废人了，与他成亲只会连累我，也连累了杨家。不如听诸位长老所说，退婚并给予一定补偿吧。秦玄，一介武道废人，他也配？除非是新晋人榜第1的那位秦玄，只有他才有资格当我的男人。既然如此，我便自私一回吧。这次便听各位的意愿。过几天便是秦家的家族大典了，到时候遣人前往秦家一趟，顺便适当的给予多一些补偿。也算是我杨家对不起秦玄侄儿了。我已达至真武境的11.9极限，99牛之力，这是这一大境界的极致层次。哪怕历代藏天塔塔主也不过如此。只是，为何我感觉这不是我的极限？前辈，我感觉99牛之力并非我的极限。你居然感觉到了还有更进一步的可能性，不愧是万道神体，难怪藏天塔会选择你。你的感觉没错。在11.9极限之上，还存在着一个真正的极限——百牛之力，那才是真武境的最极致。百牛之力，只不过百牛之力只属于传说中，哪怕历代塔主，大部分也不过是11.9极限而已。听神秘人的意思，似乎有塔主达到了百牛之力。前辈，如何才能达到百牛之力？机缘，99牛之力看似只与百牛之力相差1牛，但这差距却是天差地别。古往今来，不知多少妖孽之辈倾尽无数精力都无法踏入此间，因为一旦打破这个极限，生命层次都会得到全新的变化。你是万道神体，想要达到百牛之力也需要看机缘。不过你能够感觉到百牛之力存在，说明你不乏潜力，缺少的只是一个契机而已。契机？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看看最尽头到底是怎样的一番风景。王之门费。究竟是谁建造出如此巍峨的神殿与神像，以及一尊尊石像？这尊神像以及石像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试炼天梯的尽头，为何会出现这么一扇通往如此神殿的奇怪石门？如此姿色，堪称清绝人世间。柳云与之相比，不过是盈盈之火与日月争辉罢了。荒京。纳兰倾城，荒京，或许是大赵王朝外的其他地名。斗塔的分布仅仅在大赵王朝，天下无数王朝乃至更上级的皇朝都有分布。天风城，秦玄，能来到此地者，天风城绝非寻常之地才是。初次见面，不好追问。他似乎知道关于这座神殿的一些秘密。你是否愿意挑战封王之势？我愿意。封王之势开始，坚持1刻时间，当可封王。天罡境，唯有天罡境才能修炼出古象之力。1象之力等同于10牛之力。纳兰倾城在天罡境修炼出80头古象玉影，绝对是逆天界的妖孽。这些石像任意一尊都远胜秦家大长老秦苍明，拥有至少70古象之力。即便是99牛之力的我，也
自问无力正面抗衡，任意一尊石像。只是唯有达到地劫以上的无界，才能牵引天地元气。6尊石像实在太强了，难怪说坚持一刻，当可封王。所谓的封王，不是达至武王之境，而是同阶为王，同代称王。你是否愿意挑战封王之势？我自从觉醒万道神体后，以同阶绝对无敌，大赵王朝人榜也被我横扫碾压了一遍。或许封王之战能让我感到同阶有敌之感，我愿意。封王之势开始，坚持1刻时间，当可封王。幸亏我的万道神体觉醒了，又被塔主大道精血和剑魔真血淬炼，强悍无敌。否则换做其他人榜第一，4尊石像同时击中，必死无疑。99牛之力！我在荒京那等汇聚荒州无数天骄的股东内，也是站在最拔尖一列的超级天骄。真武境不过达到90牛之力，已是震撼荒州，屈指可数。这个从天风城冒出来的少年，居然达到了传说中11九极限的99牛之力！同样是封王之战，他却比我强得多，是力压优势。这个秦玄实在太强了，简直要打破古今未有之神话。恭喜闯关者，封王之战挑战成功，可封王。已经过去1刻钟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绝对是上等丹药，如果灵儿服这等丹药，不知能否好转，无需还神丹。这个来自于神秘天风城的秦玄太强了，尽管还只是真武境，但已经不仅仅是封王战力，更有着王中称尊的无敌姿。你很强，比起我想象中更强得多。没想到真武境就达到了传说中的11九极限。你同样很强，与我差不多年纪，却已是天罡境，并且拥有80项之力，领先一个大境界其实不算什么。对我们这等同代封王之辈而言，彻底将每一个大境界的打磨到最极致才会突破，如此未来才有更多的可能性。可惜秦玄只是真武境，若同处于天罡境，我很希望能够与他一战。我很有自信，同境界我可无敌，拥有无敌之心。这是封王石碑，历代以来，但凡闯过封王之事的人，只要刻上名字，就是被认可封王。你家长辈没有告诉你吗？我只不过是误打误撞进入这座神殿内。你不知道封王试炼？不知道。留名石碑上，便可成功封王。
这是封王令，乃是对封王者的认可。持着封王令，便是举世公认的年轻王者。另外，每一枚封王令内都记载了一门顶尖武技，至少也是地级武技。当然，封王令还有很多功能，你可以慢慢摸索。但有一点你要记住，封王令并非一直只能留在你的手上。他日若遇上其他封王者，他们必然会出手夺取你的封王令，因为封王令的存在关系甚大，涉及到传说中的。原来如此，多谢告知。你很强，已然封王，日后必然会遭遇其他年轻王者。不过今日同时来到神殿封王，也算有缘。他日若有机会来一趟荒京，倾城定然扫踏相迎。好，日后有机会再相见。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这等玩意儿，着实是有趣了。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秦玄为何还不出来？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？不可能，秦玄已成人榜第一，已然无敌，不可能会出事。可能试炼中有特殊奖励，让他晚回来了而已。人榜试炼便是试炼天梯，每击败一位人榜天骄的武道烙印，便能获得法则光与洗礼。秦玄迟迟未归，或许正因为此。这是一个妖孽中的妖孽，以我之能，尚且只能勉强踏足人榜。面对人榜第一的最强妖孽，哪堪争雄？能与这样的绝世妖灭一战，倒是我的荣幸。强者从来都是备受尊敬的，无论付出多大代价，都要将秦玄招揽入天元五府。一位人榜第一的妖孽，价值无量。今日小友可让我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妖孽。本以为你能够冲上人榜已经很不错了，没想到一下子就冲到了人榜第一。如此小小年纪已是当今王朝人榜第一，未来实在不可限量，封王称尊不是问题。前辈言重了，晚辈只是侥幸成功罢了。秦小友无需多谦虚了，你的潜力如今谁都看得出来。小友，此地不方便谈话，请你随我来一下。秦玄小友，作为新晋登顶人榜第一，斗塔将会额外奖励30万积分、1000万金币，上等原石1万金，5段战兵1件。这张是斗塔的积分卡，存有秦玄小友你的31万1000积分。这是钱庄的5星卡，里面共有你最近武斗以及冲击人榜的所有奖励，共计1113万金币。至于这枚储物戒指，便是奖励的所有原石以及2件战兵。多谢刘塔主。有了这些，足够我后期很长一段时间的修炼了。不知小友可有兴趣加入斗塔？如果加入斗塔，便可获得更强权限与更多的资源，平时无需小友处理繁杂事务，日常修炼便可。这次奖励足以让天星门内等势力眼红，但刚经历了天星门和秦家的冷漠对待，我已心灰意冷，不想被捆绑在势力的战车上。抱歉，晚辈暂时没有这个想法。秦小友无需马上拒绝，斗塔愿意提供不下于3种地级武技与小友修炼，并且我得知天元五府邀请小友加入，许以一个圣元洞名额，这个条件斗塔也同样可以。甚至只要小友实力达到标准，可前往上级皇朝的皇朝主塔修炼，会有封王称尊者亲自指点你修炼。每一种地级武技都价值连城，偌大的天星门最高也不过玄级高频武技，后面的条件更为诱人。封王称尊者亲自指点，以及类似圣元洞的名额，但实在抱歉前辈，晚辈暂时不想加入任何势力。好吧，既然秦小友暂时没有这个想法，我也不勉强。不过如果小友有这个想法，希望优先考虑斗塔。另外，小友无需马上离开，可前往商行那里。我斗塔旗下的商行遍布天下，有着数之不尽的宝物，无论是丹药、战兵、武技等等，应有尽有。不知商行是否有还神丹或类似的丹药售卖？秦先生，恭喜您登顶人榜第一。多谢。不知秦先生您要购买什么呢？我们斗塔商会无论是丹药、兵器、阵法，
武技、功法、妖兽等等，以及相应的链条产品，应有尽有。收集我想购买一些药效上佳的疗伤丹药，类似于天星门的还神丹那种，不知有没有？秦先生请放心，斗塔商行应有尽有。类似于还神丹的疗伤丹药，的确有几种，而且就算此部分行没有，也能从其他分行调阅过来。现在这是啥？药阁1楼售卖寻常丹药，2楼贩卖的丹药则远为珍稀，至少也是2阶丹药。炼丹师能够炼制出种种丹药，身份尊贵，被各大势力争相拉拢。1星炼丹师地位堪比天罡境强者，2星炼丹师放眼西南星省都不多，地位更在寻常天罡境之上。秦先生，2楼是售卖2阶丹药的地方，虽然药效也不错，但真正最好的疗伤丹药都在3楼，那里对外售卖的可都是3阶丹药。天星门的还神丹便是3阶丹药中的一种。见过李主管。尊贵的客官，您好。秦先生，对于还神丹的效果如何，你应该知道，我就不多废话了。而药效相仿的这一种丹药，名为回魂丹。顾名思义，便是只剩下一口气都能救活起来的丹药。而且比起还神丹，回魂丹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滋润与壮大灵魂，提升感悟能力。回魂丹竟还能滋润与壮大灵魂，灵魂虚无难以捉摸，天罡境强者都无法真正发挥灵魂作用，只能修炼出神念对外感知，且除修炼外，别无他法壮大灵魂。回魂丹足以让任何天罡境强者疯狂，难怪炼丹师身份如此尊贵。多少天罡境强者，全副身家也没有这么多。丹药果然昂贵，炼丹师是暴利之业。这些帮我装起来。这个，还有这个。秦玄从侧门走了。秦玄被柳长风带走那么久，不知是否加入了斗塔。斗塔的底蕴远超天元五府，只希望他没有选择加入斗塔。现在的情报组织真是越来越不行了，调查真正的秦玄不成，到头来居然只调查出另一个秦玄。小小清泉镇的区秦家，哪里能培养出人榜第1的妖孽？虽然资料显示这个秦玄天赋也不错，以前曾是天星门少主，但丹田已被废，也被天星门驱逐，跟真正的秦玄先生完全不是同一个人。秦玄何等无敌人物，当今人榜第1，何其妖孽！那秦家不过是小小清泉镇的地方小家族，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培养出如此妖孽之辈，就算我天元五府，都不见得能培养出来。柳师，我突然想起，这清泉镇上的秦家，不正是秦星琼所说的秦家吗？他还邀请了我们参加秦家的家族大典，时间就在明天。秦玄既然出现在天风城，很有可能曾在附近居住过一段时间。秦家便是附近的家族，而且恰好明日便是秦家家族大典的日子。不若到时候问一下秦星琼，或许可以借助秦家的能量调查一下。这个主意不错，反正已经答应了秦星琼，明日便顺道过去，顺便问问秦星琼是否认识秦玄。就算最后没找到，能招揽一个嗜血杀体入天元五府，也算不枉此行了。塔主大人，关于秦玄的来历，下属这里最新收集到了一份情报，
疑似与清泉镇秦家有关。说，回禀塔主，清泉镇4大家族之一的秦家，也有一位名为秦玄的少年，曾是秦家以及天星门的少主。不过大概1个月前，这秦玄被天星门驱逐，回到秦家后也闹翻，被驱逐出来了。清泉镇那个秦家的确也有一位相近年纪的秦玄，天赋不错，几年前被天星门招揽，成为天星门少主，让秦家短短数年成为清泉镇4大家族之一。但这秦玄被废丹田前，真武境内勉强达到29极限，跟今日新晋人榜第1的那位完全没有可比性，相差太大。何况清泉镇那位秦玄丹田被废是公认的，若展现出如此妖孽天赋，天星门和秦家怎会傻得驱逐？刘叔，你跟在我身边那么多年了，对于这种情报的真实，难道还看不出来吗？塔主大人，是属下不利，这是眼前唯一调查出来的相关情报，除此之外就没有了。斗塔遍布荒州，情报能力无需多言，但这个秦玄能成为新晋人榜第1，如此妖孽之辈，必然非寻常势力所能培养，恐怕不是大赵王朝之人。我终究只是天风城分塔塔主，权限仅局限于大赵王朝，若他来自王朝之外，我也无法调查。咦，嗜血杀体吗？虽然并未位列太玄神体榜，不过也算是不错的体质。正好明日便是那秦家的家族大典，倒也可以看看那嗜血杀体的表现如何。如果合适，倒也值得培养。刘叔，给本座安排一下，明日前往清泉镇一趟，属下遵命。各位不用慌张，这不可能是那个废物秦玄。就算秦玄真的能修复丹田、恢复修为，也仅仅只是18牛之力，最多29极限。而斗塔那位新晋人榜第1，据闻至少也是8、9极限，超越了当年太子的记录，根本不过是同名同姓之人罢了。好了，既然知道只是同名同姓，那就无需继续讨论，浪费时间了。现在还是说一说明日家族大典的事情吧。我刚刚得到一则很重要的消息，天风城的刘塔主打算明日亲自前来观看家族大典，我秦夏务必要做好所有准备。什么？塔主要亲自过来？柳塔主虽然只是斗塔塔主，但地位之高，城主大人都要忌惮3分，何况自身还是超越天罡境的顶尖强者。难道是因为星穹而来的？没错，正是为了琼儿而来的。因为琼儿是斗塔人级武斗场10连胜的擂主之一，且身怀嗜血杀体，柳塔主似乎对琼儿颇为重视。明日特意亲自前来，就是想看一看琼儿的真正实力如何。这次只要琼儿表现得好，这位塔主大人恐怕也会收琼儿为关门弟子。被柳成风塔主收为关门弟子，星穹绝对会一飞冲天，整个秦家都会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成为清泉镇第1家族，不过是板上钉钉。秦家好，家主有福了，生出星穹这么杰出的儿子，也是我秦家有福了。若成为柳成风塔主弟子，将来必可问鼎王朝金字塔顶端，可不差于进入天元五府。而且明日天元五府的人也会亲自前来，到时候可热闹了。家主，这件事务必要告诉其他3大家族，可借势好好压一压他们。是啊，就连柳成风塔主和天元五府的大人物都亲自为了星穹而来，届时定可借势压一压另外3大家族。只要星穹加入了斗塔或天元五府仁义势力，未来秦家必可在他带领下成为清泉镇第1家族，未来成为天风城第1家族，也未必不可。说得不错，将来秦家定会在本少主带领下，成为天风城第1家族。琼儿，你成功出关了。你达到39极限了。39极限？不，我破了39极限，如今拥有33牛之力了。33牛之力？我等最多也不过13、14牛之力，就算秦玄最强时候，好像也不过18牛之力。
堪堪29极限罢了。难道这就是嗜血杀体的可怕潜力吗？好，很好，不愧是我儿，真武境达到33牛之力，自身又是嗜血杀体，难怪连柳长风这等塔主都要心动。本家主现在宣布，从此我儿星穹成为秦家少主。多谢父亲，琼儿，为父知道你志不在家族内，家族也不会因为这个少主的身份束缚你。不过这些明日都会正式对外宣布，只想让别人知道，我秦家出现了真正的麒麟子，压盖整个清泉镇，远胜在那废物秦玄之上。这些父亲安排便是了。对了，我闭关半个月了，修为需要巩固一下，急需战斗一场。父亲帮我安排100人来练练手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玄儿，不如你莫要参加明日的家族大典了，我们一家人前往王都吧。王都那里肯定会有能够医治灵儿的灵药和大夫，这样你就不用冒险了。娘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取来了可以医治灵儿的灵丹妙药。这是回魂丹，效果跟还神丹差不多，能够救治灵儿。你从哪里得到的？回魂丹可是3阶丹药，价值连城。天星门的还神丹与之相比，也相差甚远。据闻生死人肉白骨，不过是等闲之事。孩儿前几天去了一趟天风城，在斗塔那里参加了几场武斗，赚取了一些金钱，然后在斗塔商行那里购买来的。娘，这是洗髓丹，能够洗金伐髓，你服下便能正式修炼。娘年纪已大，洗髓丹给娘也是浪费。玄儿，你虽然丹田被废了，但娘知道武道一途并非一定要修炼元力，还能专修肉身体魄。这条路虽然艰苦，但未来也有希望走上武道巅峰。这枚洗髓丹留给你吧，未来或许可走上专修肉身体魄的道路。娘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已经修复丹田，恢复武道修为了，而且比以前更强。真的？真的。娘，你无需担心，如今我比以前更强，而且明日的秦家家族大典我也会参加。虽然还神丹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必需品了，但还神丹是我当年从天星门得来的，这是属于我的，无论如何都要拿回来。玄儿，答应娘亲，你一定要小心点。娘，你放心就好了。前辈，你可知这蜂王令是什么？这东西不错，小子，你可以研究一下。纳兰倾城说蜂王令有不少功能，连神秘人都称赞不错，这绝对是非凡之物。这还是藏天塔内空间稳定，塔壁坚不可摧。这一击在普通环境中的破坏范围，若在外界，威能绝非如此。作为地级中品武技，损耗巨大。我元力远超同境界，也一下子消耗了半成。换作寻常真武境，一经施展元力便耗尽。
这一招虚无剑指施展出来，就算大长老秦苍明在30丈范围内也必死无疑。遇上妖孽级别的天罡境，稍有不慎也能击杀。小子，虽说你这样不断枯竭元力再恢复，迟早有一天能达到百牛之力，但过程太慢了。本座倒是有个办法。本来想多等一等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达到了11.9极限，是时候前往第2层了。第2层，第1层关押的是剑魔这等禁锢之强，不知第2层关押的又是何方神圣？或许能在第2层获得相应传承，也与我能否达到百牛之力有关。不过你可要当心，第2层的老家伙可没死，而且挺难对付的。藏天塔每一层本如第1层般空无一物，第2层被关押者修为何等惊世，竟将这里演变成如此末世天地。晚辈秦玄见过前辈。你就是藏天塔新任塔主，藏天塔怎么会选择了你？实力这般渣渣，跟蝼蚁一样，老夫一根手指都不知道能碾死多少个了。哼，怎么了？你还想找其他帮手吗？没用的，在这里，老夫才是天下第1的那个。既然来到了第2层，是虎就得趴着，是龙也得给老夫盘着。你这个新任塔主，就给老夫当100年的丹奴吧！该死的！有点意思。这是魂力，这个老者到底何方神圣？你真的以为老夫困不住你吗？不如趁机种下魂印，让这小子认老夫为主，届时就能离开这该死的藏天塔了。本座奉劝你最好不要这样。是你？难道你已经臣服了这小子？你想多了，这天地间谁能让本座臣服？至于你认为我帮他，不，看在同样被困在塔里的份上，本座不过是在帮你罢了。不信你可尝试着种下魂印。万年不见，这老家伙的魂力居然不退反进，有所突破了。不可能！以我的魂力，放眼整个太玄大陆，都难寻几人可媲美，为何会消失的？不可能！就算这小子是藏天塔新主，也不可能这样。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了？没错。为何不告诉我？为何要告诉你？老夫就不相信，所有魂力你能吞噬掉我所有的魂力！老家伙，你会后悔的。
不可能！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历？他的灵魂中为何会这样的？刚刚不过片刻时间，就又损失了2成魂力，加起来足足3成魂力消失了。该死的，不知要耗费多少年才能重修回来，这下可真是损失惨重。你想趁机奴役我？是又如何？一个不过真武境的小小蝼蚁而已，真以为当上了藏天塔主就了不起吗？我很愤怒，但老者说的在理。对他这等比剑魔还恐怖的存在而言，真武境的确只是小小蝼蚁，哪怕我是99牛之力的极限者。不过，虽然弱小，但不代表我能允许他如此奴役我。这位神秘人远比我以为的更恐怖，在我彻底掌控的藏天塔第2层中，还能如此从容自主，他的真实身份到底何方神圣？既然你胆敢奴役我，那么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，要么交出你的传承，要么就死。小辈，你真以为以死就能威胁老夫吗？老夫纵横天下，一生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生死，何惧之有？要杀要剐随便来。不过你只是凭借藏天塔才限制住了老夫而已，要不是藏天塔，就你这种小小蝼蚁，老夫随便吹口气都足以杀死你10000遍了。那真的不好意思，谁让我就是藏天塔主呢？既然你想死的话，我就成全。好了，你赢了，老夫愿意交出传承给你。你说什么？那是老夫忽悠你的，愿意交出传承给你。你不是说你不怕死的吗？看你会不会上当，没想到你居然没上当，那肯定赶紧答应下来啊！谁让老家伙我怕死呢？能好好的活着，为什么偏偏要寻死呢？你这个老家伙倒是够不要脸的。嘿嘿，要脸有什么用？不要脸才能活得潇洒畅快啊！那家伙严肃得很，当年可是一点机会都不给老夫，否则老夫哪里至于被关押在这该死的地方上万年啊！早就找几百上千个美女潇洒快活去了。几百上千个美女，感情这老家伙还是色中大魔。敢问前辈身份是？我尚在外界闯荡的时候，天下人尊称我一声太虚丹圣。眼前这个邋里邋遢、一副老乞丐样且很怕死的老家伙，竟然就是与剑魔齐名的太虚丹圣。传说中一手炼丹术出神入化，达至世间巅峰造极之境的太玄大陆炼丹第1人。有个屁好怀疑的啊！上万年，要不是被困在这该死的地方上万年，又没有美女，老子不需要注重形象，否则哪里还会这么邋里邋遢的？好吧。这是测魂杯，能够测试灵魂力量。你尝试着释放开你的灵魂力、魂力，让我看看魂力达到什么程度。啊，这小子的魂力比想象中高出不少啊！我去，这小子什么来头？这才多大，灵魂力居然达到了天境第9步！老子当年测试的时候也不过地境第7步，一定是吸收了老夫的灵魂力，不然怎么可能达到这个层次？肯定是了。天境第9步也勉勉强强算是不错吧，能够达到炼丹师的基本门槛了。我的魂力绝非勉强达标。现在开始测试5行属性元素的亲和测试。一般来说，只要对木火2元素亲和，就有资格成为炼丹师。你尝试感应天地元素吧。秦玄的确有成为炼丹师的资格，火木元素实质化，亲和力都达到了6品以上。咦，
星元素都亲和。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能亲和这么多元素？元素显形，这小子的元素亲和力达到了圣品，还是双元素核达到圣品？想当年我也不过如此。毫无疑问，秦玄未来的成就不亚于我。难道是神品？捡到宝了！捡到宝了！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？是大帝的子嗣吗？不对，就算是大帝子嗣，也不一定这么逆天吧？无可奉告。不过可以告诉你的是，他乃万道神体，并且已经觉醒了。万道神体，难怪对那么多元素亲和力高了。但就算觉醒，也不应该五行元素直接达到神品层次才对，一定还有其他原因。难道是因为他灵魂深处那里？我应该有成为炼丹师的天赋吧？勉勉强强算是有点吧。这便是老夫的炼丹传承。你放进眉心中，灵魂就能吸收化解了。放心吧，要奴役，刚才就奴役你了，哪里还需要等到现在？不怕，这老家伙在你身上吃了大亏。而且你在炼丹之道上称得上很有天赋，这老家伙很惜才的。炼天化丹术，太虚丹圣集合，太玄大陆无数炼丹术流派，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集一身炼丹术与大成所开创的炼丹术。这炼天化丹术只有3卷，好像残缺了。废话，完整的给了你，万一你丧心病狂直接杀了老夫怎么办？好歹得留点底牌才行。前辈，你大可放心，晚辈可不会这样做。切，谁会相信你？留点底牌才是实际。今天是秦家家族大典之日，我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。娘亲定是服用了洗髓丹，进行了洗金伐髓，脱胎换骨了。不愧是价值10万金币的3阶丹药，果然物超所值。娘，我回来了。洗髓丹不仅让她肉身力量达到4000斤，洗金伐髓后的身躯修炼起来也更加容易。今日是秦家家族大典之日，我还是担忧秦家设下陷阱。娘，孩儿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不过孩儿心意已决，这件事无论如何都要解决，否则孩儿心中有结。玄儿，你小心点。孩儿明白，秦家带给我的耻辱，无论如何都要讨还回来。当初我能让秦家成为清泉镇4大家族之一，如今也有能力让秦家回归那个备受3大家族压制的年代，甚至连那个时候都不如。是啥？为啥？前啥圣上说无所事呀？这个秦山才离开几个月，实力就强大了那么多，甚至比大长老秦苍明还要隐隐强上一截。
短短10入不见，秦星琼实力增长了不知多少。面对他，我们这些天罡境强者竟隐隐有股心惊肉跳之感。他已足以威胁天罡境强者。本以为秦家失去秦玄后便会疲软无力，没想到冒出一个更妖孽的秦星琼。他身上的血腥之气如此浓烈，只有杀人才会有。难不成他杀了不少人？秦玄到！呵呵，没想到这废物今天还真敢出现。这种丧尽天良的废物当真不怕死。不过也好，杀害家族2长老、3长老，杀害孙家家主和少爷，犯下滔天大罪，定不能轻饶。要是真逃了，他妹妹就必死无疑。别忘了，那废物的妹妹还需要还神丹救命呢。秦玄当初加入天星门成为少主，让2大家族都有不少压力。但他胸襟不俗，气度非凡，除了正常的家族竞争，暗地里从未施展卑鄙手段。我倒是心里佩服，常指点后辈以他为目标。唉，可惜了，他突然成为废人，没想到他今日还真的敢出现。秦玄，没想到你还真敢出现，倒是让本少主有些惊讶了。只是希望你等下千万不要逃，否则还神丹就没了，你妹妹可就没救了。希望你也别逃，因为我是真想杀了你。